刚才我们看到了流动的这个优点、缺点。对于这个手机壳来讲，之前在网上我们也发现有人对此有疑问，他们觉得说这个手机壳本身就是很瘪的，顶上是很平的，所以它的效果本身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对，如果你膜的形状上是有非常厉害的起伏的时候，那可能效果就不会太好。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我也觉得他可能忽略了一个常识，就是其实你的形状双曲啊，我们通常讲，其实双曲展开是会发生变形的。其实你的曲度或者拱度，我们讲就好像这个边上它是会拱起来、会凹起来、会凸起来，它凸的越多，实际上这个变形就一定会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不是软件能够解决的，这个是客观一定会产生变形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就希望的是能够在客观情况下能够尽量达到小的变形量，不要像曲面的这种啊，因为结构走向严重导致变形。所以我现在就不用这个手机壳，我们换一个模型啊。我们来看一个高铁的车头，这个车头来讲，我觉得它的起伏啊、什么的细节啊、曲率啊，都会比刚才一个手机壳要大很多。那我就还是用刚才的这个程序啊，那我把后面这不是删掉了啊，这块就不要了啊。那么这个纹理的方形纹理这个我还得留着，对不对？我现在这里并不是讲这个 Shape App 怎么用的一个教学啊，我就是非常简单的把它做出效果，让大家看到它的一些特性啊。所以呢，你安装好之后 Shaper 3D 对不对？这边就会 Shaper Map 的模块，然后呢，你可以接进来，对不对？具体的用法呢，我就后面再讲啊。现在只是非常快的把它连一下啊，这连过来好了。那么你现在需要在底下定两根线，比如说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根线，那么另外一根线呢，我就随便画啊，我就画在旁边，大概这个都可以预估的啊，其实非常自由。你其实弄得不对的话，其实也就是大小上纹理的这个大小上有些区别啊。啊，这个是定位线，这根是目标线，就 line 0和 line 1啊，接进去，接进去，对不对？它就把整个这个头给展开。那你发现好像方向反了，这个头嘛应该在这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刚才这两个线的方向我是画的是一样的，你看啊，方向是一样的，朝右啊。所以呢，为什么会反呢？就是因为你的面的方向反。看它都反过来了，这个等一下细节我都会讲啊。所以其实现在整个一个多重曲面展开的形状长这个样子。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在这个里面填充一个纹理，你也可能最后你需要真的在里面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变化的，那是后面的事情。你现在需要关心的事情是这个东西展开效果好不好？它展开之后，它的纹理贴附到这个上面去的时候，它能不能够比较均匀？这边 border 输出的就是这个平面轮廓线接进去，在这边产生一组纹理。啊，这个纹理大小什么的都可以调，但是现在我都不想调啊，我们尽量用最标准的。然后呢，现在我要把线贴回去啊，那么我就拿这个啊，这个是贴到曲面上，把平面上贴回曲面上。你只能把 M data 接过来，M data 实际上就是它的对应的映射的数据啊，映射数据上是在前面算出来的。然后呢，我就把这些线把它贴上去。我们需要调一下显示效果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有些线就是在里面有点看不太清楚。其实看整体效果其实已经差不多啊，可能需要调这个 fineness 啊，因为这个其实是这个形状它在解析的时候的一个精度，它默认值是1，其实对大部分模型来讲，其实你是不需要去调。那么这个值越大，精度越高，但是你值越大，肯定算起来稍微会慢一点。但其实慢的并不是很多，不是说你1到5它就会慢5倍啊，它会慢一点，但慢不了多少。所以实际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也不觉得这个参数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好，看好一些，对不对？显然看起来更精确了一些。然后呢，它还是没有完全贴上去的，就边上啊，其实这个东西啊，你把控点打开，你就知道，其实我现在这个精度已经是超高了。你来看点那么密，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稍微调低一点啊，比如说我给个10，我调一个不接到这里了，对不对？刚才1.5秒，现在变成500多毫秒，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效果啊，就是它们不要有明显区别。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把它贴上去，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负担会比较低，看你分差不多了啊。还有一点，这个其实跟我这个程序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显示上你的曲面本身的那个
跟实际上是有点差别的，对不对？我设成10稍微小一点，10的话默认是1啊。这个你的模型大或者小的话，你这个值要改一改。这个值什么意思？我等下后面我会详细去讲，好吧？所以你看到现在对于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其实包裹的已经非常厉害了，也就我前面讲的，它的凸起也非常厉害了。首先第一个，整个侧面它是包360度，它包了3个面，对不对？只有底下没有包，对吧？那车头其实是应该是拱得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显然它会变形在这个地方。但我们首先看整体均匀度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在车头这里会产生变形，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对吧？其实我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讲到，比如说在表面划分的时候，他对这个东西的期望其实是错的。就好像很多人他会说，哎，我现在要在这边就划分方形，我希望大小要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哪怕是视觉上要完全一样，都很难达到。啊，到底能达到多少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是非常困难。平的东西你要贴到这个双曲面上，它也会变形。变形就意味着你原来均匀的东西它就会成不均匀，对。那你凸起越多，这里自然会拱得越多，就会把它拉开、拉撑开，对不对？它就会成这样的变形。变形量多少？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看。一个部分是客观情况下，你取得越厉害，它这里就会变形越多，这是客观情况下，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真理也好，定理也好，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用大家的经验都能够理解吧。你要把一张纸包到一个球上，它一定会折，要么就裂了，就撕开了。你也不可能把一个橘子剥开，它不裂开，不能把它剥开摊到平面上的，不可能啊，对不对？它都会需要有拉伸、有延展才行。所以实际上你这边拱得特别厉害的时候，这里纹理就是会被拉伸得很厉害。好，这个是个客观情况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程序本身的算法不够好，导致其实这里本身没有那么大的拉伸，但那些拉伸过大呢？这是有可能。但是综合评估下来呢，我们觉得目前 ShapeMap 它这里用到的这套算法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它是 Rhino 内置的，好吧？因此呢，实际上当我们在用到这种工具去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想想客观情况下哪些地方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形，对不对？你凸起越多地方就会产生越多的变形，这是肯定的。当然，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是很极端的。难道你真的需要在一个完整的形状上覆盖一个全覆盖的纹理吗？这个本身就不是太常见的一种设计需求，对不对？一般来说都是局部嘛。而且你的产品形状越大，越是局部，建筑就一定是小块。只有你可能是个小产品的时候，你才可能需要在一个表面上覆盖完整的。这种情况也特别少见啊，所以这个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极端的状况。那么，如果你希望最后得到的效果能够尽量少的产生变形，你其实应该在形状上拿掉那些不贴纹理的部分，这样就可以让你的整个的纹理的变形量得到很大的改善。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啊，我认为这里的变形量是最大的，那我怎么办呢？因为我刚刚讲了，我其实可能不想要，实际上我不想要全覆盖，我只想覆盖一个部分。那我想覆盖什么呢？我想覆盖整个顶上，侧面这一点我不想要了，好吧？把它拿掉来看看效果。因此呢，我只要顶上这个，好了，点右键加进来，我来看一看，是不是好很多？来看一看是不是好很多？非常好了啊！说实话，超出预期啊！就是对于这么一个凹凸的很厉害、包围结构也很厉害的形状，你看整个这个均匀度，真的我觉得还要什么自行车？对，它本身真的已经做的，你用别的方法真的都很难做到跟它接近的这种程度。换个角度，445度啊，到。好，第一个我觉得让你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适合用 ShapeMap 这样的插件去帮你处理纹理贴合的问题。第二个，你也要知道你真的在设计的时候，啊，你应该怎么做能够让这个纹理贴合得更好。首先，第一个，你不大可能让整个形状全部都要贴合一个纹理啊，而且特别是你的曲度啊、拱度特别大的地方，就会产生越大的变形。那么一个办法就是你把它拆成好几块，但是好几块一定会导致纹理不好对应，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一般来说，正常设计来讲，哪怕现在我们在汽车上看到，也很少有全覆盖的吧，
对不对？没有，你做成这个样子其实也不好看了。我们希望点缀一下，在某个区域有一个渐变啊，或者有一个部分是这个样子的，都会让整个形体看起来更加丰富一些啊。那么如果你后面需要这种渐变的效果，你就在平面上自己做出这种渐变的效果往上贴，它在上面就是很好的渐变效果。作为贴合的这种品质的判断来讲，我们要求的就是它尽量少变形。它一旦这样少变形了，那你要变化的东西，反正你原来这边是什么样，在上面也尽量还原成什么样嘛，那它就尽量能够不太会容易看到，就好像现在这个，对不对？你基本上看到每块都是方的，不会感觉是有变成长方形的、拉伸的都没有啊，就都很好啊，让大家知道它什么情况下适合用它，就是当你的面是一个多重曲面的时候，其实用流动没法做了，那么用它来做。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作用。第二个，你的形状决定了它最后会产生多大的变形，这个不是功率决定，是形状决定的啊。所以你不要说你拿一个凹凸特别厉害的一个形状，你非要我做出说它一定要很均匀，如果做不好，你说工具不好，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只要是拱的，你拱的越厉害，变形就会越厉害，对不对？那么作为软件来讲，它其实是去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尽量的保证它是均匀的，但它也只能尽量保证。客观上来讲，我们用一个数字来反映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一个这样的拱度的形状，它变形量一定是至少30%的，对不对？那有可能，如果你的软件的算法不好，它可能其实出来是50%，那真正好的可能是理论上是30%啊的变形度，那么可能一个算法很好的，可能算出来的结果可能是35%。啊，就是因为理论上的东西可能不太容易做得到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弥补的就是那15%或者20%，对不对？我们就是在客观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程序的算法能够更好的产生不必要的拉伸或者不必要的变形，这才是我觉得程序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你不能够简单的要求说你不管什么形状它都要贴上去不变形，这是不可能的哈，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在建筑上特别常见，经常看到一个复杂的形状，我要在上面贴菱形，贴一个方形，它必须完全一样。这种我们在面授课里面，我们在不断的强调，这是个常识性的错误啊。你在双曲面上，你不大可能贴一个单元上去全部是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哎，我允许你的安装的中间有缝隙，对不对？那么有缝隙的话，其实就控制这个位置，那么我就可以把它替换成很多相同大小的。但这个其实是通过你给出容差相当于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并不是如果你是完全要贴合的，就是边上完整的哈，没有缝的情况下，你要把它完全做成一样，就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是我在讲到这个插件的使用的时候，我认为你需要建立或者你需要首先想明白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刚才我在讲到这个形体的时候，我说实际上我们在把一个平面的纹理往上贴的时候，除了软件本身算的好不好之外，另外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它本身的形状决定这个东西的变形度，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你的形状上如果包裹的越少，包裹性越少哈，那么它的均匀度肯定也就越好，因为变形量就会越少。这个是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东西的变形量完全取决于你的这个形状，对不对？完全取决于它的形状。那么大家可以想啊，如果你的形状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形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无论如何通过平面纹理往上贴的方法，都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的。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你不可能就想象现实当中的一些经验，我认为非常有帮助。你不可能把一张纸贴到一个球面上，然后它保持光滑，对不对？因为纸是没有延展性的。啊，反过来讲，你一个球，你一个东西，你把它剥下来，它也一定会裂开啊。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如果我们要做的东西，它就是我讲的，它的包裹度非常高，甚至就是封闭的。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在上面做纹理，并且又保证纹理能够完全接在一起，而且均匀的？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啊，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处理这种问题啊，我翻译一下，就是以这个形状来讲，而且它肯定是个多重曲面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去对它表面做这个纹理的处理呢？啊，这后面是我们处理好的啊，三角形的、六边形的、圆的怎么样的啊？
呃，这种形状的处理呢，在我们面授课里面，其实我们有去讲，但是我们自己也都觉得特别难讲，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的例子、大部分的知识概念或者用法，我们都能讲得很清楚，让用户能够理解得比较透彻啊。但是对于这种做法来讲，真的发现在教学上是很难讲。那原因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展开的时候，我们其实大家都看到，其实你只要展开一个形状，你均匀度你是满意的，那你往上贴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三角形也行，菱形也行，方形也行，圆也行，平面上做好的纹理你往上贴，它都还是那个样，因为它不怎么明显变形嘛，对不对？那就都可以。但是在这种形状，在这种封闭形状或者说这种包裹度很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其实采取的办法有点类似，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球面，我如果要在上面做三角形的时候，怎么做的？那么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或者也可以几乎认为是一个唯一的做法，就是在球外面包一个正24面体。其实正24面体每个面都是三角形，你把这个三角形切成更多的小三角形，变成一个三角形的网架把它包上去，用这种方式来保证整个表面都是三角形啊。而且这种方式确实是目前看效果最好的，但是它还是不能保证每个都一样。但是它能够做到视觉上非常接近一样啊。因为双曲面上你要往上贴单元，正常单元来讲，如果你不考虑这是容差性的话，它其实做不到完全。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就启发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把整个形状人为的划分成很多块，那每一块里面我贴一个纹理进去。但是这个东西难在哪里呢？你要把它划分成很多块是很容易的，但你要划分成很多块，最后这个纹理要能拼得上，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啊。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在做渲染的时候去考虑这个纹理贴图，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纹理是无缝的，它整个贴出更大一片，它才能看不到缝，是一样的问题啊。无非我们这个是在空间上的一个形体上去处理这个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还就是很难。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很难去讲一个明确的方法，是因为比如说我现在贴的这个三角形，但如果把它换成一个方形，换成一个其他的形状，你发现你原来的这种拆解方式就完全不能用。就实际上原因是因为你的这个纹理的形状不一样，它的无缝拼接的方式也会不同，就会导致你的拆解方法，你每一种纹理只能用可能设计对应的拆解方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肯定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每一种纹理的形态，它对应的拆解方法是不一样的，它不能通用啊，所以这也导致其实我们很难去找通用的方法啊，所以其实也没法把这种过程程序化，变成一个就像 ShapeMap 一样，你把它往一连一，然后它自动算出来的，没有，做不出这种。就这个部分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工去处理，去根据经验去做处理的部分啊，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实际上，就我说的，其实我们之前也会遇到有一些建筑设计公司，他们的建筑的表面需要做这种东西，他们自己没法做，就是没法做。就当然这种就是要求很高的啊，我说要求很高的，他才会有这种要求。那么我们会帮他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帮他们专门去做这种形体表面的结构的设计啊，优化这个部分。好吧，这是这种方法。简单介绍一下，最后一种呢，就是像这样一个兔子的形体一样，我们要在上面做一些也是一样嘛，纹理嘛，各种各样的啊。那么这种方法呢，其实就完全脱离了我们前面讲过的这几种方法，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方法，不论你是流动还是 ShapeMap 还是什么，其实它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把它往上贴，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前面这些方法都不好用，那么其实我们就会用另外的方法，就是直接用参数化的方法在上面做。那么这种方式我认为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好像，但这种方法也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啊，你怎么做都行。就好像假设这个兔子，我们可能在上面先找很多点，把这些很多点呢连成一个框架，再把框架变成很多单元，把单元变成圆的，对不对啊？就可以在上面做这样的东西。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是层出不穷，各种各样都有。做什么样的都行啊，就这种方式呢，简单讲，它是直接在形体上去做，它不依赖于你平面的这种处理方法，它直接在表面上去做了啊，所以呢就没有任何的限制。当然，你说它没有任何限制呢，它其实也不能替代我前面讲的这方法，因为直接在
这种形体表现去做的这种方法呢，你得到的纹理都不可能像刚才我们前面那种做法得到的那么的整齐，那么的均匀。回到我们今天讲这个内容的一个主题，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实际上当你要在表面做一个纹理设计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不同的切入的方向，不同的技术手段，每一种都有它的优点缺点，每一种都有它的难点，每一种的对吧，都有难点，都有它的特点啊，从效果上也有它的特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软件就是工具啊，就是工具，我们不要太过于侧重于选某一样东西，而忽略其他的。我觉得工具嘛，就好像你比如说你要做个手工活，你肯定最好是你有很多工具，那你可能就什么都不缺。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讲这些不同的这种方法的一个大概的介绍。但是这毕竟只是个介绍嘛，我只是想让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原来在做教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很多学员，就是他其实是概念不清楚，导致他对这个每个东西的理解都是有偏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先给他去把概念纠正了，他理解了哦，然后我们再去看具体的这些每一个工具或者每一种用法，它是怎么产生效果的。这个其实对于用户来讲，你要花时间去理解啊。那我们在面授课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其实我觉得，既然我们这次在讲到这个插件，那我们就顺道的把这个整个我认为跟表面做纹理相关的这些概念，我们稍微进行一个这个总结啊，每一种不同的方法，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适用性是什么，它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它有什么限制啊？你会看到它们互相都有很好的互补性，大概有那么4到5种，对不对？不简单的划分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你遇到一个纹理的时候，你就要想想你的形体是什么样的。对吧？封闭的、开放的、局部的还是什么样的？那么它适合用哪一种方法来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跟我们一直在讲，其实你需要对整个东西有一个世界观啊，你对它整个东西都很了解，那么它每一种适用于哪种情况，你就能找到对应的合适的方法，然后再去深入，这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人做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看你方法就是不对，你的方向是不对的，你注定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讲这些内容的一个意义所在。好，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对这块东西能够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好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介绍啊。